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前段时间看完了网飞的电视剧《三体》之后，我就在推特上发了个帖子，在那说网飞的电视剧《三体》里面关于运输云天明大脑的辐射帆的航天器设计的不太合理，同时在帖子上也晒出了我自己设计的一个同样是辐射帆航天器。那就有朋友就给我留言，说我能不能做期节目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说电视剧里的这种呈伞状的辐射帆航天器不合理，然后我的辐射帆航天器有一些什么优势呢？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节目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那大家现在在屏幕上能够看到的呢，就是网飞电视剧第8集里面出现的运输云天明的大脑的这种辐射帆的航天器的示意图。那这是在指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航天器它是呈一个降落伞状。那位于前方的这个蓝色的弧面这一块呢，是它的辐射帆，然后辐射帆的边缘呢，通过细细的线缆和位于后方的小的蓝色的航天器的主体连接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构型。那这种构型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先看一段视频。Expecting detonation in 7, 6, 3, 2, 1. First detonation successful.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帆面的顶部为核弹能够通过这个帆面预留了一个小孔，当航天器经过核弹的时候，核弹就从这个小孔内通过，然后进入到辐射帆里。这个时候核弹位于辐射帆和位于后方的飞船的主体在这之间进行爆炸。就像现在在屏幕左侧，我是根据电视剧里的设想画的一个辐射帆航天器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爆炸的位置应该是位于辐射帆和飞船主体之间。大家知道在太空中由于没有大气层的存在，所以呢在太空中一般是不会产生任何冲击波的。那核弹在这时候爆炸的时候，基本上它产生的主要还是辐射，推进航天器前进的也是靠核弹爆炸时候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电磁辐射。但是事实上呢，距离核弹比较近的时候，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冲击波的。为什么会有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核弹是由一定的物质来组成的。那在核爆的过程中，这些组成核弹的物质会被粉碎、被气化。那这些被气化了的物质，它会形成小范围内的冲击波，而这些冲击波就有可能损害到构成航天器的反射面，以及连接反射面和航天器主体之间的线缆，甚至损害到航天器的主体。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这么设计一个降落伞型的航天器，对核爆的起爆点，还有这个起爆点距离刚才说的反射面、飞船主体还有线缆的距离就一定要控制好，不然的话这些冲击波对飞船的这些构件造成损坏，那对飞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伞状的辐射帆推进器另一个非常不利的呢，就是等到再也没有辐射源来推进这个航天器的时候，这个巨大的辐射帆实际上是会对航天器前进的时候产生一定的阻力影响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在太空中又没有空气，怎么会有阻力呢？太空中的确没有空气，但是太空中并不是100%的真空，并不是一点物质都不存在。我们现在在太空中基本上是每立方米的空间里面会有6个质子。一般来讲，我们的辐射帆的面积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甚至要几百平方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大的面积，那你即使只有6个原子核，而且你的航行又是几十年、上百年这样的航行，这么长时间的航行的情况下，辐射帆所形成的阻力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如果你以降落伞的这个形式来设计这个航天器的话，当辐射源消失之后，你想抛弃辐射帆或者叫这个反射面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能会有朋友说，那辐射帆的顶部不是有一个孔吗？我们抛弃的时候就让飞船主体从这个孔中通过不就完了吗？你这种说法肯定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设计结构就造成了还需要多一个环节来抛弃的时候要通过这个孔，那每多一个环节就降低一份可靠性。所以呢，这也是采用降落伞形式的辐射帆航天器的不合理结构设计第2点。
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来先看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辐射帆整个这个打开过程，好像是我们在大气层内跳伞的时候打开降落伞一样，但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太空中是根本没法完成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能够实现这样的方式开伞，是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存在空气阻力，另外一个是存在一个重力。那这个重力拉着你往下坠，然后空气形成的空气阻力和重力是相反方向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伞是能够打开的。而如果在太空中，第一没有空气阻力，第二又没有重力，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开辐射帆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所以在这块呢，我觉得奈飞的设置人员还是把他想到了大气层以内，以为在大气层内就可以这么开，在太空中是绝不可能这么开的。以上的呢，就是采取降落伞方式来设计辐射帆推进的航天器存在的几个问题，但是还忽略了几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认为核弹在空中就是停在那块，悬停在空中，然后飞船以一个相对的速度让核弹去通过，通过了之后，核弹在位于辐射帆和飞船主体之间产生爆炸。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宇宙中任何一个物体都是在运动的，核弹也是在运动的，飞船也是在运动的，它不是处于悬停的这种状态的。待会儿我会通过图的方式来向大家进一步展示核弹在太空中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运动状态，那它相对于飞船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下面的呢，就是我提出的一个辐射帆推进，或者说以不断的在空中进行核爆来推进航天器前行的航天器的大概的一个构型，主要是集中在左侧的这个图片的上方这一部分。那它相对于降落伞形式的辐射帆推进的航天器，或者说奈飞的航天器呢，那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船舱或者说飞船的主体这一部分呢，它是前置的，它位于辐射帆的前面，而不是位于辐射帆的后面。飞船的主体呢是通过几个支架来和辐射帆的帆顶进行连接，然后呢，在帆顶的两侧有几个孔，用于到时候通过核弹。然后再往外呢是大的这种抛物面型的辐射帆的帆面，在帆面的边缘和飞船的主体上还有长度可调节的牵拉索进行连接。为什么要有这个牵拉索进行连接呢？因为我们知道辐射帆现在形成的是一个抛物面，那当核弹在爆炸点，也就是这个抛物面的焦点爆炸的时候，那辐射帆对核爆产生的辐射的反射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把核爆产生的辐射都以平行光的形式反射出去。所以呢，我们要尽量使核爆点处于抛物面的焦点上。在这个航天器上，我就可以通过调整牵拉索的这个长短来改变我抛物面的焦点。这样的话呢，我们事实上待会儿下面还会提到，核爆大家一般以为可能是一个瞬间，但实际上核爆是一个过程。如果我可以不停地调节我辐射帆抛物面的焦点，我就可以让爆炸后仍处于辐射状态的核弹一直处于抛物面的焦点上，这样提高推进效率。这就是一个是舱前置，一个是焦距可调。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核弹的轨道是我们屏幕上这个绿色虚线的，它是一个圆弧形轨道，事实上它是一个行星轨道。我们的核弹事实上是在绕着太阳做公转的，和我们的地球一样。然后呢，第四个特点呢是这样的航天器，它如果在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核爆的推进，没有再有新的辐射源的时候，想抛弃辐射帆就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只要切断牵拉索，然后断开飞船主体和帆顶板的这个连接支架。飞船的主体由于它所受到的阻力相对来讲就是说那几个氢原子产生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小的，而那么巨大的辐射帆它产生的阻力会很大，所以这两个物体，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后面的这个辐射帆，就很快就会拉开距离，就可以把它抛弃了。这也是它的优点之一。最重要的就是变焦，然后呢抛弃方便，这就是我设想飞船的一些技术特点。
那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大家可以看到位于左前方最前面是飞船的这个主体，舱体的主体很小的一部分，然后是一个巨大的辐射帆，那么核弹在后面不断的爆炸来推进着这个飞船前进。除了刚才所说的采用伞状的辐射帆航天器存在的几个问题，我们可能还要注意到在小说中包括在电视中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下面我们就先来谈一下核爆产生的加速度这个问题。小说中呢提到的用于推进航天器的核弹的数量呢是1004枚，而我们下面呢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就假定是1000枚。最终呢我们希望飞船达到的速度是光速的 1%， 也就是3000公里每秒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算出来的话，每颗核弹需要对飞船产生的这个速度增量是多少呢？大约是3公里每秒。我刚才提到了，核弹的爆炸呢并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需要有一个过程。一般来讲呢，核弹的当量越大，那这个爆炸的时间就会越长。如果是上亿吨的氢弹，它可能会持续10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一般几十万吨或者几百万吨的这个核弹的话，它爆炸的时间可能呢也是限于几秒到几十秒钟。那么我们待会儿为了计算方便，就不妨把它假设为持续的时间是100秒钟。按照持续时间100秒钟的算，我们可以算出来飞船在每一颗核弹爆炸的加速过程中的平均加速度是30米每平方秒。这相当于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地球的重力加速大约是 9.8 米每平方秒，所以30米每平方秒就大概相当于3倍的重力加速度，我们一般称为3个 G。那这个总持续时长是多少呢？假如我们按照这些核弹都是前一个核弹刚刚它的这个辐射不再发生，那么马上产生下一个核弹就开始核爆，这样的话呢，等于一环一环紧密连接在一起，总共时间是10万秒，大约是 1.2 天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那整个飞船受到的持续的加速度就是3个 G 左右。我现在就是在假想，如果要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持续 1.2 天的时间，然后有3个 G 的加速度作用在身上，我估计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的话，估计是根本承受不了这种情况的。电视剧里好像还把这1000个核弹减少成了300发核弹。如果要是300个核弹来形成最终达到 1% 光速的话，那我们可以算出来飞船的平均加速度是100米每平方秒，相当于是10个 G 的重力加速度。那10个 G 的重力加速度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最顶尖的战斗机飞行员做高速机动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10个 G 的重力加速度。飞行员一般承受这样的加速度的话，大概只能承受几秒钟的时间，而且还是要在有抗核服这类的技术保障条件下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飞船上来实现这个的话，恐怕它的加速时间就应该是3万秒。3万秒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8个小时。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连续承受8个小时的10个 G 的重力加速度吗？我估计是没有的。当然大家可能会说这时候的云天明的大脑是处于一种这个冬眠的状态，被冰冻了起来，所以呢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感受到的。您说的这个很对，但是我担心的是在长时间有8个小时的10个 G 的过载的情况下，这个大脑本身是不是已经物理性就已经受到损坏了？这是我比较担忧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刘慈欣在他的小说里写到，太阳系舰队要进行前进式的加速的时候，要进入到一种深海状态。实际上刘慈欣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加速度对人体的损害的问题，他没办法，他最后只能想出一种说什么浸泡在液体里，然后进入深海状态来解决这个超高的加速度。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将来是这么实现，那我觉得未必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块恐怕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反复提到的，核弹在空中并不是悬停在空中的，核弹实际上这个时候在太阳系内就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上下方中间的黄色的就是我标示的太阳系的太阳，然后它的左侧这个小蓝圈呢就是地球，小蓝圈所处的绿色的虚线呢是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
然后在这个轨道之外还有1、2、3、4个绿色的虚线，是表示的是4枚核弹所处的环绕太阳轨道的位置。这条黄色的比较大的曲线呢，是辐射帆飞船飞出的曲线，它是一个抛物线。那么它依次经过第1核弹轨道，然后第2核弹轨道、第3核弹轨道、第4核弹轨道，分别在这几个轨道上和相应的核弹相遇，然后同时核弹起爆，然后飞船得到加速，所以它总共形成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在没有遇到飞船的时候，核弹是以环绕太阳的就要近似的一个圆周运动，但是当飞船要即将来临的时候，核弹实际上是要变轨，把自己的轨道基本和我画出的这个飞船这个轨道方向要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够使我核弹爆炸的这100秒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个辐射始终对于飞船来讲是一个向前的推力。否则的话，如果不是这种状态下，那在这1秒钟如果有了偏差的话，那飞船的航向可能就要有偏差。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按300颗核弹来计算的话，最后一颗核弹它的运行轨道恐怕已经超越了火星轨道。所以如果我们从地球上想去布置这样的一个核弹的话，那最少需要大概6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这颗核弹给它布置上去。但是从电视剧里来看呢，显然是还没有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也是有一点不太合理的地方。当然我这个属于这种技术控的一种吹毛求疵的行为。相对于这一块呢，刘慈欣在他的小说里写的就比较更合理一些。他在写第997颗还是第998颗核弹的时候呢，就已经写到了木星轨道。那按照轨道这块来计算呢，大致上木星轨道的时候第997颗、第998颗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过那样的话来布置这些核弹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些呢，大概都是我觉得是奈飞在拍他的《三体》的时候，可能在科学方面有一些忽略的地方。或者说是他们3体电视剧的科学顾问工作没有做到太到位的地方。不过这倒并不影响我们来看，我们来喜欢这个3体电视剧，也不影响我们讨厌它就是并不影响我们来观看。我只是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我们来做一个辐射飞船，达到1%的光速，或者是去太阳系之外去旅行去，大概这个辐射飞船应该是怎么去做，然后怎么样做能够更合理一些。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哪些的问题可能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然后不知道大家听了我这些介绍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给我留言，然后咱们可以一起来讨论。那么好吧，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么请您呢有什么感受都可以给我留言，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